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瞬间？可能是擦身而过的车辆，或是几乎踩空的一阶楼梯，你却毫发无伤，仿佛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将您拉了回来。又或者在人生走到十字路口，放荒无助之际，脑中突然闪过一个清晰的念头，指引你做出了一个最终看来是无比正确的决定。你身边的人可能说你福大命大，吉人天相，但你自己心里或许会有一种疑惑，这一切真的只是幸运的巧合吗？接下来我们就来探讨一个非常奥秘，又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主题：如何知道自己身上有没有护法神，以及如何留住你的护法神。可能很多人听过护法神这个词，但不太清楚他们具体做什么。怎么知道自己身边有没有？其实方法不难察觉，比如每当你快要做不好的事，心里突然有个声音提醒，不能这样做，有护法神在看着，那就是护法在起作用。再比如遇到难关时，你自然而然会想起念佛、念菩萨，会相信有一种力量在加持你，这也是护法神在背后推动。不过护法神通常不会直接现身，为什么呢？一来怕你执着于相，二来我们修为还没到那个层次，三来我们肉眼凡胎，本来就看不见他们存在的维度。但你一定要相信，自我们出生那一刻起，护法神就已经在身边，就连刚出生的孩子也有天神护佑。小孩子天生拳头握紧，信门为何？其实都与先天灵气有关。一个人的根基就像一朵莲花，福德越厚，莲花越洁净美丽。若人广积善德，机缘成熟时，甚至会有神明接引；若福德太浅，莲花枯萎，护法也会渐渐远离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有些人好像总是运气特别好？其实不完全是运气，善人身边常有数百甚至上千护法神围绕，而恶人可能几百个人才共享一位。这些护法既会保护，也会监督，甚至惩罚。正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，护法神的数量并不是固定的，你做好事，他们就越聚越多；一做坏事，就会一个个离开。持守戒律，常说善语，弘扬正法，都能让你身边的护法神变得更多。宋朝太平兴国年间，有一位法名辩聪的僧人，游方到五台山，时值仲夏，便于清凉寺随僧众结下安居。当时僧众中有一位老比丘，举止疯疯癫癫，大众都瞧不起他，唯独辩聪对他诚实恭敬。结下安居圆满后，辩聪即将继续云游。当他向老比丘辞别时，老比丘从怀里拿出一封书信，嘱咐他说，到开封城北找到叫薄荷的，把信投给他。辩聪拜别五台山，走了一段路才发现老比丘没交代地址，心里嘀咕，地址不详，从何找起？信里头不知写了什么要紧的事，又不好绕回五台山，就拆开信来看。信上写着，你在世间游化日久，
那些众生容易调伏吗？若已调伏，度生的事就完成了，可速返回，待太久，恐被强援打湿，流入世间的业报。知道，知道。卞聪看完大惊，赶忙把信再封起来。有一天，卞聪经过开封广济河畔，远远听到有一群小孩在呼唤：薄荷，薄荷。卞聪过去问：谁是薄荷？他人在那里。小孩指着一间赵姓人家的猪栏，说：猪栏内脖子上戴个铜铃，金色鬃毛的大猪就叫薄荷。卞聪前去赵姓养猪人家，便问主人：这条猪为什么叫薄荷？主人说：这条猪很特别，很爱干净，只吃薄荷，所以村里的小孩都叫它薄荷。平常有屠户来捉猪时，其他的猪只都怕得四处奔跑逃逸，如果猪只要牵到薄荷的身边，都会安静下来，也不乱跑哀嚎，任由屠户宰杀。因此以后屠户都会牵薄荷到等着宰杀猪只的身边，绕上一圈，省了以往宰杀猪只时的惨烈的挣扎与哀嚎。所以一家人很爱惜它，多年来都舍不得杀。卞聪听完之后，就叫了一声：薄荷，有信给你。大猪闻声前脚跃起来站着，卞聪将信投过去，猪一口吞下，保持像人站的姿势，随即就铅化往生了。这个故事出自印光大师修订的《清凉山志》。薄荷猪原来是为了度化众生，成大悲愿力，道驾慈航的前伏菩萨。菩萨们应以诸身得度者，即现诸身而为说法，以启发众生心中的如意宝珠藏。由此可知，那些把我们劝进佛门、逼进佛门、打进佛门、轰进佛门、拉进佛门的人，那些为我们提供布施机会、修行机会、消业机会、念佛机会、诵经机会的人，都可能是潜伏在我们生命历程中的菩萨和大善之士，只是肉眼凡胎的我们问君何所在，对面不相识而已。那么我们该怎么守护好自己身边的护法神呢？我们需要在这个五浊恶世、三界火宅中历练自己。护法随时都在护持我们，这个不需要你知道，需要的是你去努力就好了。你好好去修行，好好的有一个向上的心，得脱生死之心，出三界之心，恭敬佛法僧三宝，护法神就会跟着你。一、为蒙无耻非法行，所获财食无愧用，不顾闲言恶语故，身神间神皆消遁。有些人的人格低劣，经常背弃盟誓，纵然在上师三宝、智者面前发誓赌咒，也毫不顾忌地违背誓言，同时无有任何惭愧，依靠狡诈非法的手段来养活自己，获得一些不正当的衣食、钱财，还认为非常了不起，无有惭愧的大肆享用别人对他恶言诽谤，他也是无所顾忌，像块石头一样没有心事。这样的人不但会被人所厌弃，甚至与生俱来的护神也会舍己而去。
我们来到人间时，每个人都有天神保护，与自己的关系就像体内的虫一样密切，只不过自己不知道而已。中阴法门等秘法中说，人的身上有许多具生神，如奸神、护神、白护神、黑护神，有时候打卦也是这样。从卦象上看，某人最近遇到了不顺，是因为奸神不高兴，护神不高兴，或者地神不高兴，需要念什么经来遮遣消除。可见这些护法天尊是真实存在的。倘若一个人懂得羞耻，谨慎行事，从不欺狂上师三宝，不仅人类对他恭敬有加，护法奸神也会日夜保护。但若自己无惭无愧，犹如尸体一样，天神便会远远地离开，人们也不愿意与之接触。如此一来，凡有所作皆不吉祥，种种灾害和过失均会出现。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，首先要做一个好人，只有先做一个好人，自己才有学佛修行的机会。而他人财富圆满时，自心无端感刺痛，恒时击毁众人故，医护神众无力护。有些人心胸狭窄，嫉贤妒能，见到别人财富圆满，有名声地位，本思智慧不错，内心就像刀割火烧一样痛。他凭什么如此得意？我为什么一无所有？心里实在是不平衡，就到处造谣诽谤，摧毁了自己的今生来世。对此妒心强烈之人，医护神众也无力护持。作为凡夫人，自相续中一点烦恼也没有，这是不可能的。然而一旦升起嫉妒，要马上意识到并立即忏悔。倘若任其泛滥，造业是非常可怕的。百业经中有位三藏法师，眷属众多，衣食富足。后来来了一位阿罗汉，很多人对他渐生极大信心。三藏法师失去了昔日的名闻利养，心生苦恼，于是到处诽谤，说那位阿罗汉已破了根本戒，行持的不是佛法，是外道。千万别去一直听到诽谤的这些人，居然毫无理由地信以为真，便不再供养阿罗汉了。尽管三藏法师的名利恢复如前，但死后却堕入无间地狱，感受无量劫的痛苦。现在有些地方也是这样，有些人以嫉妒心去诽谤别人，众人听后不经大脑思考，就人云亦云，盲目地跟着起哄。以前藏地寺院有位尼姑，严持境界，相貌端严，有个男人特别想跟她在一起，没有得逞就四处造谣，我与他有什么什么关系。后来寺院里没有观察，就把他开除了，他只好去一个寂静的山洞里修行。当然，对有修行境界的人来说，这不一定成为修行的障碍，但那个人这样造业，将来肯定会成熟果报的。所以有智慧的人应善于观察，不要听风就是雨，轻易的随行妄言，更不能以嫉妒心去诋毁他众。三，如此彼等之因缘，摧毁自续之福德。如人住于不净地，虽求百千天龙尊，然欲亲近极难为。
尔时有人如此说：哎呀，吾辈多其讼，何故于事无稍利？为何上述之人诸事不遂，护法远离呢？因为这些人的品德极差，背弃誓言，忤逆父母，行使非法，将相续中的福德摧毁殆尽，犹如一个人住在厕所里，虽然准备了丰富的美味珍馐，但谁也不愿意来做客。同样的道理，假如内心如厕所般肮脏，即使陈设了玉质琼浆、琳琅贡品，天龙八部等护法天神也不会来亲近你。有些居士每天的贡品非常多，目的不是害别人，就是求平安，真正想获得解脱的少之又少。昨前天我问一个日本居士，你们那里的佛教怎么样？他说，信佛的有一部分，但大多数都是求平安，想解脱的寥寥无几。不仅是日本，现在很多地方都是这样。有人为了求平安，每天供一点水果，喊破喉咙的大声念佛，但这不一定起到作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这个人特别脏，除了自己以外谁都不顾，连最基本的人格都没有。天尊、护法神在诸佛菩萨和上师面前发过誓，不帮助你这样的人，所以想让他们亲近你，那是相当困难的。经常听到有人抱怨，我交了这么多钱让寺院念经，也求了很多护法神，为什么他们没有加持？我的生意还不顺利，我的事情还不成功。其实这不能怪别人，而应该怪你自己，因为你自己太坏了，交多少钱念经也不管用。以前的高僧大德们，凡事皆以因果为标准，如理如法的行持，为了众生发菩提心，他们不用天天给自己念经，事业也非常圆满顺利成功。而你呢，以自私自利的发心来念经，起不到作用，不应怨天尤人，应该好好的观察自己。我曾听到有位上师说，现在的人好像没有一个顺利的，今天这个人不顺利，家里发生了事情，明天那个人也不顺利，工作上遇到了挫折，他们都是为了自己害别人，怎么会顺利呢？求多少天尊也得不到利益。的确如此，诸佛菩萨肯定有加持，护法圣尊肯定有力量，但你自己是什么样的？这个问题值得反思。4. 着实众生福报浅，平时行为不善巧，受彼报应当了之。汝应莫作诸恶行。5. 着兴盛时期的众生福报浅薄，烦恼粗重，不像初结识的人们，智慧、慈悲、信心等样样具足，再加上前世的福报不够，平时的行为不如法，不善巧，所以频频感召的事情多不如意。有些人对自己太有信心了，像我这么好的人，福报为什么不圆满？为什么还没有证悟啊？其实不应该这样想。着世的人，福报本来就非常浅。拿我来说，自己经常生病，到哪个医院也没有效果，绝对是前世造了很多杀生恶业，及生中的行为又不如法，所以像我这样业力深重的人，去医院只不过是应付而已。
肯定不会好的。这样想的话，觉得好一点，就算自己的病治不好，也不会怨三宝，怨护法神，认为佛法没有加持。在我的心目中，佛法的加持不可思议，护法的力量不可思议。然而我转生在这样的时代，一是前世的业力，二是今生中不如法的行为太多，感这种苦果也是理所当然，可能还有恶趣的痛苦在等着我呢。这并不是说好听话，我心里确实这样想。大家了知此理之后，希望不要再造恶业，倘若行为如理如法，福报一定会逐渐增上的。五是福多数忘自身，集聚一切生福德，然不了之无其根，如同极地播种子，人们都希望能积聚一切殊胜的大福德。世间人追求财富地位，修行人追求极生成就，不管在上师面前求加持，还是在佛像面前发愿，心里始终惦记着这些事。虽然心是如此迫切，但他们不了知自身是否具足条件。且不说遥远的前世，今生中自己是不是护法神和上师佛陀加持的对境，有没有最起码的人格基础呢？这一点也要详细观察。假如不具备这些条件，希求再大也没有用，就像在荒凉贫瘠的沙漠上播种一样，是不可能丰收庄稼的。并不是种子没有能力，而是播撒的地方太差了。现在有些修行人连最基本的出离心和信心都没有，却妄想在相续中出现最高的证悟境界。有些领导也是同样，自己当村干部的能力和智慧都没有，却想登上国家主席或省委书记的宝座。其实当一个领导，无论官职大小，至少要有利他之心和做人的基本素质。若连这些都不具足，自己不知天高地厚，最后只会是洋相百出。所以人真的需要观察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法器，是什么样的根基，这些务必要心里有数。若能了知这一点，以后即使你的愿望没有成功，也不会感到特别苦恼。六，拥有智慧福德者，自然具足诸功德。若具功德则诸天，不求亦降自然极。一个人若具足世出世间的智慧，拥有前世所积累的福报，他不一定非要勤做，也会自然圆满诸多功德。如果有了这些功德，比如人品性格很好，凭良心去做事，则不需要祈求天众护法，他们也会自然集聚。上师如意宝讲过，一个人的行为若非常圆满，纵然没有天天求护法神，彼等也会前来相助。有些人经常问，我今天没给护法供大苹果，他会不会不高兴，以后不再理我了？绝对不会，只要你人做得很好，凭良心和道德做事，即使你忘了或者没时间供养，智慧护法神也不会惩罚你的，反而由于你的智慧福德十分圆满，他会一直跟随在你身边，恒时赐予保护。在世间当中，我们不仅需要人的帮助，还需要护法天众的帮助。如果有了这两者的帮助，
自己的事业、运气才会越来越增上，否则做任何事情都会举步维艰。7. 和人表里为一致，所发誓愿极坚固，众人于彼欢喜，诸天喜之，何须说？不管是什么样的人，若能做到表里一致，言行如一，当面与背后不相违，所发的誓言，所承诺的事情，如同刻在石上的花纹一样，永远不会改变，众人一定会喜欢他。护法天神明察其为人之后，对他欢喜，又何须怀疑呢？我们学习佛法，人首先一定要实在。古人云：人心要实，火心要虚。生火烧茶时，如果把柴堆得死死的，一点空隙都没有，就算趴在地上吹半天，也不会有火星冒起来。所以火心一定要虚，而人心必须要实。假如人心特别虚假，阳奉阴违，则不具足好人的法相。现在社会上有些人，甚至包括佛教徒，经常口是心非，看起来特别假。这样的假人，大家觉得他很聪明，很有能力，好多老板也喜欢。而见到老实的人不行，这个人太笨，我不要。其实老实人也许在1、2件事情上不成功，但究竟而言，他说的话很可靠，做的事情很稳重，最终一定会有所成就。人要稳重和老实，这一点我们自己有没有？私下应该观察一下。字面上看来，这个教言非常简单，但在做人的问题上相当重要。为什么上师如意宝及传承上师对这个短短的教言如是重视？这里面有很多不共的缘起和意义。8. 和人之恩且报恩，深信因果无道行，仁义设法饶一彼，诸天理之，何须说？不管是什么样的人，若能知恩报恩，深信因果，不仅世间人会恭敬他、饶益他，有天眼通的护法神和天尊完全能了知他的心，帮助他就更不用说了。在这部论点中，相当一部分道理都在讲怎样获得诸天护法的帮助。如果自己被他们舍弃，没有得到他们的保护，一切事业都不可能成功。所以大家平时应按照本论所讲的那样，严格要求自己的行为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此处讲了2个要求，第一是知恩报恩。今生中不管是什么人，在什么情况下帮助自己，只要别人有恩德，就应该寻找机会报答。如果没有能力报恩，起码也要知恩，经常在别人面前说一下。过去有些弟子在上师如意宝面前，经常歌颂上师传讲秘法的恩德，以此缘起。上师显现上也有不同的摄受方法。第二是深信因果，所作所为不颠倒而行。若具备了这2个条件，这就是真正的智者。众人都会想方设法对彼做饶益，护神等就更不用说了。因此好人和坏人的界限分起来并不是特别困难，只要懂得知恩报恩，对因果深信不疑，这个人必定是好人，任何人都会喜欢他。9. 和人勇敢不脆弱，
秦远悲恨不颠倒，国王亦为乎如也。诸神护之何须说？有些人非常勇敢，无论做什么事，有一种不共的坚强意志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脆弱，什么违缘也动摇不了他。同时他恩怨分明，对事情的前后分得清清楚楚，哪些是亲人，哪些是怨敌，哪些是悲悯的对境，哪些是憎恨的对境，对此一点都不颠倒含糊。不像有些人，怎么痛斥也无所谓，怎么赞叹也无所谓，看起来像个人，却不具足人的法相，说他不是人吧，吃饭走路又跟人一模一样。当然，从学佛的角度来讲，对怨敌不能报仇，沙门寺法中有明确规定，但这里两个概念不能混在一起，因为有些人好像石头一样，对别人的打骂与损益毫不在乎，别人和自己分不清楚，亲人和怨敌分不清楚，成天迷迷糊糊的，自认为菩提心修得不错，但实际并不是这么一回事。如果一个人敢于承担，无所畏惧，什么事情分得非常清楚，明君圣主也会像爱护眼目般器重他，做事情经常委以重任，诸天神也会敬重保护。一般来讲，护神对人文道德、世间道义非常重视，真正具有这些法相的人，他们会竭尽全力护持，而不具足法相的那些人，他们则弃如敝屣，不屑一顾。这些教言看起来不难，但做起来可不是那么容易。只要接触人的话，起码要掌握这些做人的窍诀。虽然你们以前也曾受过各种教育，但像这样把世间与出世间结合起来的做人教言，很多人都非常缺少。大家今后弘法立生也好，自己修行也罢，这些教言是必不可少的。若连这些都分不清楚，世间和出世间也搞不明白，自己尽管认为自己修行不错，但实际上可能还不具足人的法相。十，一切所取所舍事，人前虽可保密之，于天却难保密故。欲得成就事为主。在世间中，每个人都有所取所舍之事，这些事情大多是自己在诸佛菩萨面前承诺过的，如果真正行持时与最初的诺言相违背，虽然你可以在人前保密一时，却瞒不过圣尊上师及本尊护法的天眼。比如你暗地里做些不清净的行为，很多人也许暂时不会发现，但逃不过上师护法神的眼目。他们知道了你的恶行之后，上师无法加持你，护法神也会讨厌并远离你。所以要想获得一定的修行境界，当面和背后尽量表里如一，所发的誓言不要轻易放弃。有些人发愿不吃肉，但趁人不注意，偷偷到饭馆里吃上一块，此举虽可瞒得了别人，却背弃了在上师面前的承诺，就像服了毒药一样，已经做了不清净的事情。若不马上忏悔，过失相当严重。因为上师诸佛是非常严厉的对境。11，何人发誓以坚定，承办大事具慧力，诸天于彼一生具，于众谓之何须说。有些人所发的誓言，
如同山王一样坚定，纵遇生命危险也不会改变，同时具有极敏锐的取舍智慧，对未来难以把握的问题能以纯熟的智慧进行判断。这种人既有坚定的誓言，又有洞察时事的智慧。护法天尊亦对其生敬畏之心，认为他非常厉害。一般的众生就更不用说了，表面上看每个人都会说话走路，似乎都是相同的，但实际上个人的智慧和品行有天壤之别。以前有个老修行人，他不是堪布活佛，也不是特别出名，但为人处事非常不错，誓言坚定，平时不愿意到处乱跑，再加上智慧也很好，一旦决定的事情，很多高僧大德也不得不承认。所以对于这种人，无论人和非人都会敬畏三分。刚开始与他相处时不一定有这种感觉，但接触一段时间后，大家都会觉得他很了不起，恭敬之情油然而生。然而现在很多人，一是誓言不坚定，人格不稳重；二是没有甚深的智慧，以致人也不怕他，护法神也不怕他，自己没有什么威力。因此为了让护法神害怕，为了让更多的人害怕，我们应该做个具有威严的人。12是故一切护神众，居宝即为自身心，当扫不净恶行尘，陈设善行之供品。通过上述道理，大家已经了知，若要得到护法神的保护，行为必须如法稳重，誓言坚定。一切护法神居住的地方，就是我们的身心。如果我们所作所为非常如法，起心动念也非常清净，经常想到善法、因果、利益众生，护法神自然十分高兴。所以我们应扫除贪嗔痴、嫉妒、骄傲等不清净的念头，以及表里不一等不如法的行为，陈设慈悲心、誓言坚定等善法的供品。如此护法神必定恒常庇护，随时不离左右。藏密佛教史中的丘吉旺修，简称格日丘旺，是位非常了不起的伏藏大师。他的儿子也是个伏藏大师，但他的儿子为了提高名声、巩固事业，着力希求一些猛咒。后来丘吉旺修告诉他，只要你有利益他众的心，不用念一些咒语，护法天尊也会自然降临，因为他们都曾承诺过，哪里有利益众生的人，必定会去帮助他。比如莲花生大师在降服地神时，地神当时就发誓，对如法行持、利益众生之人，我等会不惜一切来保护他。当然，有机会的话，念仪轨多祈祷护法神也是有必要的。现在有些人认为修护法神是多此一举，安住在空性中就可以了。其实不管是藏传佛教、汉传佛教，均离不开护法神的大力护持。自古以来的高僧大德都有护法神以显现、不显现的方式来相助。若仅依靠个人的力量来战胜一切违缘，圆满一切所愿，那是相当困难的。就像如今社会上，要想做出一些贡献，自己的智慧水平必须跟得上，
社会关系也要跟得上。有些同修10几年来修行很圆满，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学业，应该感谢护法神的护持。倘若没有他们，末法时期想常年如一日的闻思修行，最多只能坚持1-2个月，甚至连这种机会恐怕也没有。因此大家不能走极端，有些人整天求护法神，什么都不做；有些人觉得这些不需要，全部一并抛除，这都是不合理的。像上师如意宝那样的大成就者，生前还特意供护法神，念一些仪轨时，还有专门的贡品。他老人家那种境界，我们今生是望尘莫及的，因此证悟的再怎么高，也不应该舍弃这些。13其后虽未尝祈求，自然聚会诸天神，犹如大海及海鸥，或如莲苑聚蜜蜂。如果有时忘记或没有专门去供养护法神，这也不要紧，只要你身心调柔，行为如法，时时想到利益众生，诸天护神自然聚集在你的身边，对你加以保护。有些同修经常问，我出去实供护法不方便，若不供的话，他们会不会不高兴就惩罚我？当然是不会的，他们都是智慧护法神，不像我们人一样嫉妒心强，关系好时天天供养，偶尔一次不供养，就马上反目成仇。只要是利益众生的人，他们都会进行帮助，供养1瓶酒、1点苹果，这些有也可以，没有也可以。有的话是一种缘起，不能说一点都不需要，但并不是必须有。只要你的心是利益众生，不管汉地、藏地的哪个护法神，肯定都会履行自己的诺言。犹如美丽的海岛，不需要发出喧嚣来邀请海鸥，它们也会自然聚集，或如花园中的鲜花，无论盛开于何处，蜜蜂都会纷然而至。同样，只要我们身心清净如法，护法天尊一定会鼎力相助。14何人若有神所护，则彼以其独自立，堪与成千上万众所有力量相匹敌。若有了护法神的护持，纵然只是孤身一人，其力量也能与成千上万的人相匹敌。从有些高僧大德的生平看得出来，虽然他只是单枪匹马一个人，但他所做出的事业，无数个小人物加起来也不及万一。就像上师如意宝，以前不管到哪里去，名声威力非常大，哪怕只说一句话，产生的震撼力也是有些人毕生都办不到的。这其中就有护法神的力量。如果有了护法神的帮助，身体的威力、语言的分量跟其他人完全不同。护法神的帮助很重要，尤其是末法时期，仅仅依靠自力来完成所有的事业，这是不现实的。只有依靠护法神的力量，做什么事情才会圆满。格萨尔王传中有个仙巴大臣，护法神对他的帮助特别多。有一次，他与力量强大的魔王交战，在摔跤时，魔王把他举到飞禽才能飞翔的高空中转了一圈，然后准备往地上摔。因为有护法神的保护，
怎么样也摔不下来。后来仙巴开始反攻，虽然他的力量不如对方，但依靠护法神的帮助，把魔王摔在了地上，用绳子捆了起来。仙巴平时喜欢抽烟，于是就坐在魔王身上抽一杆烟。魔王突然动了一下，把仙巴甩开就跑掉了。尽管那次交战中魔王跑了，但最后还是被降服了。试想，如果当时没有护法神的帮助，仙巴肯定会被摔烂的。所以他表面上是一个人，实际上已具有了千万个人的力量。15追逐福德不得之，因彼福德胜妙术，稳固不以挺拔于高尚行为之因中。世间上无数的人不断追求福报，想获得名声、地位、财富，但没有一定因缘是得不到的，因为福德的善妙之术永远扎根于高尚行为的泥土中，这是他生存的唯一环境。有些人现在拥有福报，也是他前世行善得来的。假如行善的因不存在，福报的果绝不可能产生。知道这个道理后，求福报、求平安的人，应经常处于高尚的心行中。若能如此，福分也会不求自来。否则，若为了名声财富不择手段，也许依靠前世未消尽的福分，暂时会得到一点点安乐，但这个享完之后，生生世世都会处于痛苦之中。行为高尚非常重要。印光大师曾讲过一个公案，明末李自成率农民起义期间，老百姓家破人亡，流离失散。有一姓袁之人在逃难时与儿子失散，后想取一切续香火，刚买回一个女子，进房便见她伤心地哭。员工问她何故，女子说家中穷得没饭吃，丈夫饿极要自杀，所以卖身想救活丈夫。回想起来，我俩平日感情甚好，现在却活生生分离，怎不叫人伤心？员工听了很感伤，天亮后送其回家，又赠银100两，叫夫妻做小生意度日。夫妻俩非常感激，打算买一好女人给员工做妾生子，但一直没有找到。后来见一相貌端正的孩子要出卖，他们想为得女子，先买一个童子服侍员工吧。买定后送到袁家，员工细看再三，原来竟是失散的儿子。行善的报应竟有这么快，这妖巧。当然，是否人人都会这样，也不一定，但只要自己行为道德，福报定会以各种方式出现。若欲福德久远，首先必须端正心态，行持高尚之行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。我们总向外求保佑、求保护，但其实真正的守护是从内开始的。修好自己，行善积德，护法神自然就在你身边，回复一句感恩护佑。愿你也能成为那个有人默默守护，也能守护他人的人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。
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